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当儿子的刀砍下来的时候，毛金芳没有丝毫反抗，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中，她一点点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流逝。整整15分钟，毛金芳没有发出一声呼救，因为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。谭阳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每一次考试完的卷子都要带回来，这样我才能够看到你最真实的学习情况。济南某小区里，毛金芳坐在沙发上，毫不客气地将儿子的书包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一个遍。上一周，正在读初一的儿子刚刚考完的期中测评，这一周基本上每科的成绩都出来了，但他却只带回了一张数学卷子。妈，我忘了，卷子有点多。谭阳低声回答，那些卷子加起来能够有几斤几两，我看你就是考差了，故意不想让我知道。现在我就打电话问问你们班主任，看看你究竟考了多少分。说着，毛金芳皱着眉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。谭阳下意识地拦在了他面前，委屈地说，妈，我没有撒谎，我的的确确考了那么多分，卷子只是忘记带回来了。可毛金芳根本就不相信他，直接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过去。另一边，接到电话的班主任一看到毛金芳的名字，顿时感觉头疼不已，因为自从谭阳进入中学以来，他的母亲每隔2天就要打一次电话，说的好听点是关心自己的儿子，说的难听点就是控制欲过剩。总之，班主任很不愿意和他交流，但他也不能够挂了家长的电话。喂，是谭阳的妈妈吗？做了一会儿心理准备，班主任才接了电话。另一头的毛金芳直接说自己想要知道儿子的成绩。班主任就在手机里翻了一下，把成绩单发了过去。毛金芳看了2眼，儿子是班级第1，他说的成绩也没有错，于是松了口气。谭阳就静静地看着母亲的动作，等到他满意了，才提着书包回了房间，开始做起自己的作业。背后的毛金芳看着他沉默的样子，突然感觉心里不是滋味。自从儿子长大了，就再也和他这个母亲不亲近了。在谭阳4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因病去世，唯独留下了这个儿子。毛金芳自此以后把儿子看得很重，几乎当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。这些年来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却不知为何越加疏远。想不明白的毛金芳只以为是儿子长大了，羽翼丰满之后便想着离开母亲。然而，就在谭阳读初3的那一年，毛金芳竟和儿子彻底决裂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电话。妈，我要出去一下。毛金芳正在厨房切水果，就听到儿子在外面说了一声，然后不等打回答，就直接打开门出去了。毛金芳连忙追了出来，却连儿子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他又赶紧来到了阳台上，便看到儿子背着一个书包，径直朝着小区门口走去。自从儿子读初3以来，每天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有时候甚至都不跟他这个当妈的说。毛金芳更是不知道儿子在忙活一些什么。这一次，毛金芳说什么也要搞清楚，于是他把水果放在了茶几上，连鞋都没有换，就急匆匆地出了门，悄悄地跟在了儿子的身后。只见谭阳来到了小区门口，那里有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女孩正在等他，看到他过来了，立马露出了大大的笑容。毛金芳脸色一变，瞬间怀疑起自己的儿子在谈恋爱。可他打算再跟过去的时候，保安突然喊住了他：“毛女士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毛金芳听到保安的声音，吓了一跳，又害怕儿子发现他，就赶紧缩了回来。“哦，
我下楼去买瓶酱油。毛金芳勉强找了一个理由，在看过去的时候，儿子已经没有了踪迹。回到家里以后的毛金芳越想越不对劲，虽然儿子的成绩没有下降，可那种脱离掌控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于是第二天，谭阳前脚刚出门去学校，毛金芳后脚就跟了上去，偷偷摸摸地来到了他们班级门口。顺着后门的小窗户一看，一眼就看到了谭阳的同桌，正是昨天在小区门口等他的那个女孩。瞬间，毛金芳只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。他没有想到儿子年纪这么小，竟然已经谈起了恋爱，于是在气急之下直接冲了出去，对着那个女孩说道：“你们小孩子家的谈什么恋爱？现在不顾着学习，将来怎么办？”女孩呆在了原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。这时，谭阳突然从位置上站了起来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愕的举动。只见他站了起来，然后一把推开了挡在面前的毛金芳，大步朝着外面迈了2步，接着快跑起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术冲到了窗边。不，毛金芳的心脏骤然紧缩，神经绷成了一条线，有一种令他感到战栗的感觉瞬间浮现在心底。在众人的目光中，谭阳毫不犹豫地推开了窗户，直接跳了下去。啊！谭阳，快来人啊！老师，谭阳跳楼了！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，整个教室都混乱了起来，有人在大声尖叫，有人冲到了窗边，还有人赶紧跑出去找班主任。可毛金芳却像是傻了一样，浑身僵硬的做不出任何动作。等到班主任赶来时，已经有同学跑到楼下去看谭阳的情况，因为他们所在的楼层是3楼，而谭阳跳下去的地方正好有一个花丛，所以他整个人都摔在了花丛上，没有直接和水泥地进行接触。同学跑过来的时候，谭阳已经晕了过去，他们赶紧打了急救电话，班主任也连忙喊了人过来。之后，毛金芳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医院，整个人才终于回过了神。他蹲在手术室的外面，浑身颤抖着，脑海里回忆起了儿子跳了的那一幕，以及他脸上坚决的表情。老师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良久，毛金芳开口了。旁边的班主任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他，说：“谭阳妈妈，孩子不是我们的工具，也没有办法承载大人的希望，他们仅仅只是孩子而已。有时候抓得太紧，反而会错过更多的东西。”毛金芳嘴唇颤抖着，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。医生告诉他们，谭阳只是手臂骨折，没有其他大碍。毛金芳那颗提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他走到病房去看望儿子，却看到谭阳用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他。妈，我没有死成功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毛金芳想要摇头。谭阳继续说道：每一次你都会做出一些事情，让同学们不愿意和我来往。我不知道我同桌做错了什么，但我仅仅是帮他补课，你就当众让他难堪，没有人会愿意和我做朋友了，我永远不会再有朋友了。说完，谭阳闭上了眼睛。从这一天开始，谭阳彻底和母亲决裂了，他再也不和毛金芳说话，甚至不愿意去学校。毛金芳感到了后悔，他不再试图去控制儿子，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堕落，从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变成了只勉强考上了高端的学生。转眼间3年过去了，毛金芳和谭阳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丝毫缓和，于是毛金芳咬咬牙，做出了一个狠心的决定。这时，成绩变得很差的谭阳只勉强考上了专科，去专科大学里读书。毛金芳担心儿子，
便咬牙将家里的房子卖了，直接来到大学的外面租了一个房，一心陪着儿子读书。在学校里，所有人都知道谭阳是一个妈宝男，即便已经读了大学，但他依旧离不开自己的母亲，甚至每天都有母亲在教学楼下等着他下课，然后两人一起去吃饭，就好像谭阳还是一个孩子一样。毛女士，谭阳已经20多岁了，应该有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有一次，辅导员将毛金芳带来了办公室，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你现在这样照顾他，把他当成婴儿看待，如果他以后出社会了，你又能怎么办呢？我会尽我所能地照顾他。”毛金芳坚定地说：“我儿子以前试图自杀过，我不放心他一个人生活。”辅导员痛哭扶额，这不是他第一次和毛金芳交流了，但每一次都没有得出什么结果。之后，毛金芳依旧当着大学生儿子的陪读妈妈，直到有一次，谭阳在学校活动中碰到了隔壁学院的一名女孩，他默默地喜欢上了那个女孩，并在同学们的怂恿下去告了白。可那个女孩在看清楚他的样子，却皱着眉头说：“谭阳同学，我知道你就是那个一直需要妈妈陪着读大学的同学是吗？”谭阳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他感觉一股深深的羞愧涌上心头，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。女孩又说：“抱歉，我们的性格不是很合适，希望你将来能够找到更好的人。”女孩虽然婉拒了他，可谭阳却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的母亲，才让自己被他嫌弃了。回到出租屋里，谭阳看着毛金芳跪在地上擦地板，认认真真的为了生活而忙碌。那时，他脑海里浮现的第一想法竟然是：要是没有他就好了。这个想法莫名其妙地浮了出来。紧接着，谭阳又觉得自己只要把母亲给杀了，那么自己的生活不就解脱了吗？这样想着的同时，谭阳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厨房，从刀架上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然后来到了母亲的背后。“妈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，也不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了。”谭阳轻轻地说出了这句话，接着举起手中的刀，直接捅在了母亲的背上。毛金芳痛苦地叫了一声，然后跪在了地上。他扭头看着自己的儿子，谭阳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得如同死水一般。“谭阳，你是不是恨妈妈？”毛金芳趴在地上，虚弱地问他。谭阳摇了摇头：“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恨，什么是爱了。只是每次看见你，我都觉得世界是灰暗的。”毛金芳眼里的光彻底暗淡了下来。谭阳拿着刀再次砍了下去，一刀又一刀，扎在他身上的同时，也扎进了他的心。整整15分钟，毛金芳没有发出任何的呼救，他就这样看着由自己养育的儿子夺走了自己的生命，也静静聆听着死神的呼唤。最后，毛金芳释然地笑了一下，坦然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亡。而谭阳杀了人以后，踉踉跄跄地走去了警察局，准备迎接属于自己的结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